其实在现在国际间，大家都一直在讲局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中之间现在正在进行一个电子战机的大斗法，地点在哪里？在南海了。现在呢，说是中国运8的电子战机，它跟美国的 EP-31的电子侦察机在这边进行一场电子对抗。你来看看，这个很特别，因为呢，这个讯号竟然像雪花一样。这一次呢，就让大家看到说，所以中方他们运8电子战机好像真的有2下子。好，其实呢，在这一款战机里头呢，他们就是强调要做电子作战的，它曾经成功模拟超过200架的战斗机雷达信号。什么意思？就正在作战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扰乱对方敌军这边他们能够获取的讯息。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军事实力现在大家开始在做比拼，因为除了电子讯号战之外，现在最新的还有什么？无人机，因为他们就发现了，哇，解放军攻击11无人机是不是真的试飞了？甚至呢，还在航母上是福建舰003上面出现。他们想问，有没有可能之后真的在航母上面的舰载无人机用的就是这一款呢？中方现在呢，他们要准备的除了是自己军事上面的实力之外，外交上面你也看得出来，该讲的话现在不会嘴软，也不会缩手，因为大陆这边中国的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现在呢就被菲律宾的参谋总长说，你是不是在霸凌我啊？还说呢不要激怒我们，所以很多人甚至是菲律宾这边的政坛政要开始说，我们要把这个大使驱逐出去。结果小马可是怎么说的？小马可是的讲法是说，他只是在做身为他的分内工作，这是中方大使的分内工作。后面这一句是重点了，承担不起可能犯下的错误。彼此之间虽然菲律宾前面有个美国老大哥站着，但是还是很担心不要造成中菲之间有任何的摩擦。毕竟美国现在也希望能够寻求跟中方的军事互动，好不容易这个电话通了，终于美中恢复了军事通话。结果现在传出了大陆参谋首长呢，他是怎么讲？刘振立直接在视讯当中提到这句话，叫做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因为中美之间呢，他们现在议题非常多，军事通话通了之后还有什么？还有经济上面的。波音先前737 MAX 好久被卡了，目前美国这边开始有媒体在放话了，说卡了4年的737 MAX 呢，终于可以交机了。但是是真的还是假的？大陆这边还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讯息。经济上面、军事上面，开始美中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大家开始在问，拜登应该就是为了明年的选情，因为你来看看最新民调，像他的支持率呢，说已经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纪录。据说啦 ，CNBC 的报道，在会议上，他气到直接问，你们有没有去查什么原因啊？这个叫低到让人无法接受。举例起来，到底什么原因？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搞成这样，以巴冲突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办法理解到底问题在哪里吗？甚至红海局势升温，都是让大家认为你能不能升任美国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战点。因为你看看中方现在呢已经把手伸到你们南美去了。好，来看看在秘鲁这边，它要新建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很重要，因为呢它变成巴西通往太平洋的门户，也就是它不用再往南绕，也不用再往北绕，从这个海峡进去，它就可以直接陆路，然后太平洋口出。毕竟啦，它如果往南走的话呢，那阿根廷嘛，阿根廷现在呢已经这个新总统有没有要跟中国好，没人知道。所以现在呢，中方也传出要搁置跟他们65亿美元的换汇协议，要的就是你先表明你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再来谈后续的合作事项。回过头来请教赖老师了，您怎么样来看？好，中美之间的这个电子战机大斗法，让大家看到双方的实力在哪里？大陆这边已经是一直不停的在跟美国实际上的一个对抗的过程中，释放出他们的这些高科技的军事的武器装备。不管是您看到的这个运8电战机，也让美国人感受到说中国大陆的电战能力。还有我们前段时间的歼16，其实歼16我的同学一个台湾非常杰出的飞行员，战斗机的飞行员，他就说那个电战的能力是相当的可观的
大陆的这种黑科技，尤其军事方面的黑科技还有很多。其实美国在跟大陆的较量的过程中，美国的军方其实已经可以判断得出中国大陆的军事的科技的能力跟实力在哪里。那不只是在于航母，因为山东号已经形成了全天候的一个战斗的一个能力啊，它已经具备有全方位的作战能力了。那除了这个航母以外，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各类型的导弹的驱逐舰、护卫舰啊、补给舰、两栖登陆舰，还有空中的这个歼20。那美国也曾经跟歼20有过较量过，也知道说这是一款非常强大的一个武器啊。那导弹不用说了，中国大陆的导弹的能力绝对是在美国之上，而不是在美国之下。美国自己心里很清楚。那为什么大陆要这样做？其实就是告诉美国人说，你要跟我实际上较量，那你要想想你的后果，啊，这个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表征。也就是说，我已经有这个实力了，我还没有出刀，我这把刀已经磨了很久了。那你要跟我较量，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这个一直想跟中国大陆搭建这个军事沟通管道，就是您所提到了，好不容易啊，这个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大方向确定是要恢复军事沟通管道。那现在第一通电话视讯已经通了，也就是双方的参谋总长的视讯电话通了，那是1个月以后的第一次通。其实这个是在管控几个可能发生的风险，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南海之间。所以刘振利已经跟美国的这个新的参谋总长讲得很明白，就是那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讲得很明白，就是台湾的问题，中国大陆不会有退让的一步，南海岛屿主权的问题也不会有退让的一步。美国如果你要玩，那就玩看看。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讲得很明白的，讲得很露骨。在这一次中对外的发言，当然都是外交的术语，可是我相信在传达的意念里面跟语义中，其实已经很清楚。是解放军事实上是准备好了。你美国如果敢挑衅、敢触动领土主权的话，那我们就来试看看。我觉得美国也掌握到这些讯息，这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美国在南海这个部分会不会玩得太过火了。好，我们先进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好，在上一节呢，我们有聊到了，说其实现在两边的军事实力到底怎么样？请教小舰长，因为现在电子战机的大斗法，让大家看到彼此实力。刚刚赖老师给我们一个纵深，小舰长来讲技术。那我们来看啊，这到底是什么雷达？这是厦门的气象雷达。那这花花绿绿的很漂亮啊，它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它电子战几乎进行一个那个各种频段的干扰，我们叫做扶贫的干扰。那这个扶贫的干扰到底是跟谁呀？那这其实在大陆的微博上面啊很清楚啊，那也就是运8的电侦机跟着 EP3的电侦机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电子战。那这可以打成这个样子啊，它当然不是实际上交手，是我们讲到的，现在讲到作战的全领域，最后一个领域其实也就是那个电磁脉冲作战，它其实也就是做成这个样子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运8电侦机，它到底是长怎么样？这个是它还在黄皮机的时候，黄皮机看得最清楚。其实这个前面跟这它的机尾跟机首这附近，其实是个4形天线啊。那中间有个圆圆的啊，这圆圆的是什么啊？这个圆圆的也是个天线，它要反制的就是圆形极化的电磁波。那我们刚刚讲啊，小舰长刚刚留了一件事，其实这一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也就是上一次就1个礼拜前那个山东舰通过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这一次那个潜舰飞出去不可？是不是山东舰又要来了呢？到底这个时间点上有没有所谓的巧合？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讨论。你们又多好，我了一个对手。们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这个董哥来帮我们总结。好，谢谢。来，董哥，请说。我们最后在这段时间，您怎么样来看大陆的外交政策？你可以看其实现在前置这虽然有2场战争在打了，可是其实
因为我们经过疫情这么久，各国其实都很想说让自己的经济赶快复苏。那这复苏里面它很多手法，比如说因为过去川普的做法，让整个欧洲很多国家，因为它欧洲增加很多难民嘛，是这难民让大家就觉得我要保护自己，我不要让人家来分享我的那个，所以变成右派的人纷纷当选。外国人也有人在看风水啦，但是回到台湾的话，每次选举大家会说什么？那个 kiss 才是重要，气势很重要。好，现在为把这个气势最后21天炒起来，民进党呢，上个李信息就已经告诉我们，他们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昨天正式起跑了。从宜兰开始要启动的是环岛拼图，每个地方呢，他就要拼一个字出来。那现在呢，他还跳了他的应援曲，强调是什么？强调是每一个地方他会打不同的东西哦。比如说到了宜兰，他觉得好酸嘛，就是发展要均衡台湾。然后呢，到了南部高雄，就说他要打造科技啊、双港的海洋首都等等等。好，但是这一些事情大家都在讲，辅选行动启动之后，重要大事，您还是副总统啊，总统还是总统啊，有没有真的努力处理正事？昨天蔡英文也来到了高雄这一边啊，本来是要辅选的，结果后来呢出现了这么样一个意外，这个是海虎军舰官兵落水，到目前为止呢还有3个人持续的在搜索当中。邱国正表示呢，他们已经分好几区了，会持续搜索。这几天真的海象比较不好，但是大家绝对会把握黄金时间。而蔡英文第一时间也确实有马上通报我们的3军统帅，他表示说呢，他会赶紧的来到左营军港这边关心救援，但是去完救援之后，辅选还是不能落掉，所以之后呢，他还是继续的在高雄这边帮立委他们辅选。大家就说了，如果真的很重视海军的话，先前不是海出了护国海鲲号吗？这个海虎军舰也是前舰，这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应该可以更积极一些？毕竟护国重点就在两岸之间的攻防嘛。在现在呢，两岸之间是不是又有新的话题？因为呢，在昨天对岸宣布 ECFA 他们要进12项的品项之后，现在呢，大家开始讲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而大陆这边呢，对他们的影响又是什么？因为主要影响的是石化产品。那我们前11个月对陆出口是18亿美元，占市占的大概是有80%，而现在如果说这些都砍掉的话，王美花是说没影响啦，但真的是这样吗？因为目前你看农渔产品先前就已经验证了，对我们影响真的很大。在今天他们最新的一个宣布是石斑鱼，台湾石斑鱼可以恢复输入了，而他们现在强调的就是因为呢他们有完成先前的一些规范，那这些他们都有补件。另一件事情就是9·2共识反台独，甚至还讲一家人的事好商量好解决，里头呢就点名了苏清泉还有王一晨，说他们呢有指导在台湾这边业者来进行整改，所以这些业者他们有把案件全部补齐了，然后呢加上先前在台东这边释迦解禁，其实也同样的状况，就是由饶庆林带队去那边，然后把该补的件全部补齐，那就可以恢复再输入。好，这些事件呢，听起来你应该是说，所以我们确实有人有在做事，希望协助我们的农渔民能够让他们的贸易两岸之间货物畅流。但是不同的人看同样的新闻，不同的解读了。你来看看，因为现在大家就说这个叫做棍棒胡萝卜旗下又是一个中国界选，而另一个部分还有什么？还有人说这个叫做赤裸裸的国民党跟对岸达成协议的界选，包括了陆委会，包括了外交部，都是同样的说法。而现在呢，如果真的是像王美花说的 ECFA 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我们不会受到影响，还说我们最怕的不是关税的话，那么听听业者的话呢？好，因为台塑今天就发了一个声明了，说对于台湾的产业影响是很大的，希望两岸政府能够对话。甚至对岸也有学者跳出来说，你们以为只有这样吗？再这样下去，你们要小心是有完全终止的可能性。但持续的还是会有些学者告诉我们，比如说谢金河大师啊，说其实对民生是没有影响的。也许啦，台塑塑化业首当其冲，但你我他每个人都是塑化业吗？每个人都在化工产业吗？对我们一般民生一点影响也没有。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解读？回过头这次的选举，重点是21天，大家要把这个 key 拼起来。
董哥怎么样来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民进党啊，他今年一直找不到一个主轴啊。比如说4年前他是抗中保台，因为那时候香港反送中，再加上他们揉制了一个王立强的事件，那让他在里面操作所谓的芒果干，所以那一仗他们可以讲打得很漂亮，蔡英文获得817万票。可是这一届他就变成很难选，为什么？因为大家想蔡英文要连任这4年来，他要连任，我写过一篇文章啊。我说，如果大家再投给蔡英文的话那下来准备吃莱猪，准备吃核食那当然了，我讲的都应验了大家都在吃了。那核废水我们政府也不敢抗议，所有在日本周遭的国家每一个都抗议，只有台湾一句话都不敢讲。那你不是讲主体性，你不是讲国格吗？你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一次呢，民进党真的他要谈变成很难谈，因为这4年来我们大家忍受这些事情之外，有3年疫情，缺口罩、缺疫苗、缺快筛，然后去图利那些人。今年缺鸡蛋大家可以看看，选出了汉字就是缺嘛。所以你把这些东西把它罗列出来的话，会觉得说，难怪赖清德这么难选。赖清德如果要提出一个怎样政见，老百姓就讲你8年了，你为什么不做？那如果他觉得说现在政府哪里不好，我将来一定要怎么样，大家想说，那你是在质疑蔡英文吗？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点真的不晓得怎么去选。那他们最想到的就是要怎么去抗中保台，这个议题总不会有错嘛，延续蔡英文的路线嘛。可是各位朋友讲，什么话都他们在讲。以这几天为例来讲，譬如说昨天ECOWAS 12项跟石化相关的其实它总共光石化就有88项我们这个叫做免收那个早收清单那其实最主要就是他给你一些税的优惠那昨天就开始骂了包括行政院长都出来骂中国就借着怎么样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大陆他依照他的行事方式来做，他东西让你不能进去，禁止了，或者他不要给你关税的一些优惠，你就开始骂他。那请问一下，他今天同意石斑鱼进去，那你要怎么骂？他这个就中国故意来那个又开始讲了，所以什么话你都讲，他不让你进去你也骂，让你进去你也骂，一张嘴就是你嘛，对不对？我讲，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前阵子姚庆宁台中县长他们很辛苦很努力，他们直接跑去跟台办的宋涛跟他沟通以后，他们觉得说，可以啊，你只要符合我们那个你们的4家可以进来啊，所以他们的4家又进去了。不巧第一批又被发现介壳虫，那中国大陆说没关系你们要改正，他也并没有就停掉你啊。各位朋友，大家都知道我是金门人，我们金门的高粱都被他禁止进去过。我们金门的陈医生过年的时候跑去跟他沟通，然后讲一讲。然后讲一讲说你们是因为要填的表格你们填错了怎么样？讲一讲又可以进去了，酒后不开车啊，不要卖给18岁少年。但是我讲这个我要讲的关键在哪里？要跟中国大陆打交道很容易啦，就是人跟人很多东西你相通了，大家有同样的理念一些想法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讲的是中华文化嘛，中华文化大家都推崇，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我们两岸是不是都很尊敬孙中山先生？这也是共同的基础。你有一些共同基础，你就好谈了嘛，下来就可以交流，就可以沟通。那民进党在怕什么？民进党怕你交通，怕你交流沟通了以后，你们就产生感情，他就怕这样，因为他要搞台独嘛。所以各位朋友可以看，我们在谈这个选举的时候，其实跟台湾林林总总很多事情是很相关。但是民进党面对这个，你看现在赖清德在那个政见会上就指控柯文哲、侯友宜都是独台，3个独台的人在选举吗？不是啊，人家国民党的主张很简单，就是9·2共识嘛。他9·2共识，两岸有一个基础就可以互相来谈，很多跟老百姓相关的，我们就可以就让大家更有利嘛。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老百姓想的就是什么？就是安居乐业嘛。不要有兵凶战危，一起来做生意，这就是概念而已嘛。是，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因为现在这2件事情，昨天、今天的消息混合下来，他们的讲法就是借选胡萝卜棍棒齐下。
哦，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跟胡萝卜跟棍棒没有关系。我觉得比较有关系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你符合规定的啊，例如说你的石斑鱼啊本身符合规定的啊，你的这些水果农产品都符合规定，那彼此之间沟通的清清楚楚。那也就是说哪一些不符合规定你改善了，那这样的话当然就可以通了嘛。这个就是公事公办。那过去两岸之间的沟通是很畅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出口的东西有介虫，那对方看到了，他通知你。我们一般来讲，在过去马英九时代的时候，都会赶快改正。那你一改正，那当然对方就没有理由说不让你进来了。可是问题就在于民进党政府不是这样，是他基本上来讲，两岸之间不沟通，那不沟通你不改正，那对方为什么要让你进来？所以受伤的是台湾的农民。台湾的渔民，但问题就在于，民进党政府明明知道啊，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对方，也不理会对方，也不改正，所以造成农民渔民的伤害。可是他又不想负这个责任，他就甩锅，因为他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于大陆，说你政治打压，你看到我，你看到我们民进党，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看国民党的为什么可以通过，可以怎么样？其实不是啊，是你知道那个饶庆宁他们是很努力的去按照大陆的规范，然后修正改进。你说那个金门的高粱也是一样嘛，你不符合规定，例如说你填的资料里面你没有写上你的来源地等等的，那当然他就不让你出口嘛。这个规定因为上面写的很明白，就是你必须要注明啊你的出处，而你的出处里面在现在的大陆规定就是要有中国台湾嘛，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商标贴上去。那我们也都知道，民进党政府是阻止，可是我们的业者怎么办呢？所以通常是在海关的时候就贴上去了。那这民进党政府也睁一眼闭一眼，那也就是通行无阻了嘛。重点是在于你要遵守规范嘛。那你民进党政府就对碰到大陆就不遵守规范，碰到日本就遵守规范。当日本跟你退货，摸摸鼻子就指着我们的渔民农民说：“你为什么不遵守规范？”碰到大陆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遵守规范？”这就是不讲理嘛，因为你故意要激化两岸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 ECFA 的问题。是 ECFA 的问题，我倒认为说，基本上现在大陆是已经直接告诉你 ，ECFA 项下你违反规定的，他就制裁了。那目前来讲是提出警告，如果你继续对于大陆在 ECFA 项下有歧视性的行为，那个制裁是会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因为你不遵守 ECFA， 大陆就没有理由让 ECFA 继续走下去。现在是提出警告哦，哪一天大陆就可以片面的取消了 ECFA， 因为 ECFA 的期效已经过了嘛。所以任何一方都可以结束 ECFA。你台湾要不要结束？你台湾既然不结束，那是代表对我们有利。而大陆一旦结束以后，对台湾当然就不利嘛。是两岸之间除了有经济上面的问题之外，请教小舰长了，因为军事上面更是重要了。比如今年呢，我们才喊出了护国海鲲号，现在这个海虎军舰的意外，他们有强调该穿的救生衣、该绑的这些绳索，真的都有做好，可是还是发生了憾事。事实上来看这件事情啊，小舰长有别的想法。为什么有别的想法嘞？其实我们看一看啊，昨天的到底的风浪到底有多大？而且他们出港的时间其实很有意思，很值得玩味。为什么？这个是昨天全天时候它的一个实测风力啊。这是中央气象局公布的，而中央气象署公布的。那事实上来讲，在8点的时候已经达到最高等级，然后事实上，然后它9点钟稍微降下来一点，然后接下来又是到达了最高的那最高大家就说，你这风力只有3级啊，这个是小琉球的一个潮位点它的一个风向器啊，可是实际上海上不是如此。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那现在是说。的确啊，他们都有穿救生衣，他没有扣安全锁，那是安全锁的断裂啊。那安全锁的断裂这件事情就开始有那个值得探讨，为什么？而且现在有说他们是因为要去校正那个船上的一个安全浮标的那一个装置啊。
这一些应该都是在航前检查就应该完成的事情，而不是到海上去做。那我刚刚讲的，为什么风力这么大还要出去？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啊？那这些我们在下一节的时候会配合的其他一起讲完啊。那我们来讲说，还记得吗？班班吃石斑。那班班吃石斑到底后来执行的怎么样？大家那个怨声载道，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这一些农委会的那时候现在叫农业部啊，那时候农委会的长官根本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头决策。为什么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台湾的石斑大概出口的都是台斤以上公斤以下。为什么台斤以下公斤以上？因为就是这么大才能够摆盘啊，那才能够宴席啊。结果说要给学生，事实上加工厂它切我们刚刚讲到的台斤以上公斤以下的这条鱼，实际上只能切出200克的肉。那切出200块的肉，你要逼着这些加工厂用那个一般的价格来买，不可能。所以加工厂的价格是比较低的。那问题是渔民就不愿意卖了。不过我们在这边要讲哦，我们现在一直講 ECFA 是2代人的努力啊。现在我们想一想，当初汪道涵先生跟辜振甫先生在1993年的时候签订了那个不是达成了92共识。那接下来在2013年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签订了 ECFA， 结果好不容易2代人的努力，就这么1代人就把它败光。那我们的子弟，我们的下一代该怎么办呢？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小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最新的 TVBS 民调了。好，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赖清德现在到底是不是年轻选票好中立选民大失血？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次的数字看起来是有史以来半年来最近的一次，也就是呢赖清德掉了，而侯友宜持平，但就会造成近距离的接触已经又来越近了。而柯文哲呢就被发现是不是真的跟赖清德有所谓的互补状况？因为在20到29这个年轻选民的部分，柯文哲你看他涨了有7%，结果呢赖萧是跌了有5%之多。中立选民的支持度，柯文哲他们呢涨了有8%，结果赖萧就刚刚好跌8%。大家在讲了，这里头真的是这样的直接互补吗？到底为什么会造成民调的起伏？会不会是在这一件事上有所影响？也就是现在网友以及年轻朋友，可能很多人都在打卡的赖皮聊事件。现在呢，这位赵少康一直被问，你不是说吗？赖清德如果捐出来的话，那你就也要辞中广董事长。昨天呢，他就直接抛出了一张就空白的辞职书，他讲只要赖清德真正的捐出来，那我就直接签名。他强调什么公益信托，那个叫缓兵之计啦。他质疑的就是赖清德，你真捐还是假捐？好，甚至呢，在网络上面，这个房子如果持续留着的话，打卡好像就会持续存在。原因是因为你现在去 Google 搜寻赖皮聊，发现台湾2300万人已经有3790万项的结果了。同时呢，各种梗图，包括了观光地图，包括了打卡点，数字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你即便删，我就会再加，甚至还出现了赖皮电到店这样子的一个标志。大家开始在说，越来越多的创意在发想，包括也有人出了什么超狂建案广告，还说啦，这边叫做超奢华违建，叫做无敌特勤安管，电话是什么5987，我就不拆，强调这里就是一个龙脉宝地。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从地方上头，从风水老师他们在讲说不拆，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赖清德的老家这一边真的是一个龙脉宝地。什么意思？他们说这个风水老师讲的啊，我有看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说龙抬头，然后房子呢是龙身，下面这边有个步道，有没有说这个叫做龙脊？所以呢之后就是鱼跃龙门，
风生水起。那甚至呢，他们还有强调，旁边这个活水池里面，也有养锦鲤。这个呢，其实在这边就是一个龙穴。强调说不能拆的原因，是因为拆龙身就破了，可能就会影响到运势。至于呢，还有人是从山宅跟阴宅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解析的，包括了我们来看下一张图，原因是因为他们就讲了。台湾风水很喜欢讲左青龙右白虎嘛，他们就说他们的阴宅祖坟这边基本上也是左青龙右白虎，后面有山，前面有海，说这个呢就是很好。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桌楚的地方呢，一样左青龙右白虎，然后呢说后面有山，前面有溪，这个也是很好。他们就特别强调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赖清德他们家这边金价风水宝地。洪水后，所以呢才会出人才。那这样讲下来，大家开始在问，所以他现在不拆是因为他很相信吗？因为过往我们也曾经看过了这样一个新闻啊，5月那个时候的一个新闻，说小英表哥命理师朱罗山人去帮他们看风水，虽然之后呢他们有出来澄清，但是问题是后来就会让大家有所想象嘛，因为呢在之前2018年他搬进了金华官邸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也被说换门啊，是不是因为风水的关系来避煞？他们讲啦，说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最近又有人出来爆料这个陈志晓老师有讲啊，说4年前他要初选的时候，曾经偷偷一个人带助理去到了台南的天坛这边来祭拜，而且是凌晨的时候一个人跪在那边来祭天啊。这里头天坛就让大家想到北京天坛嘛，就说那这样子是什么样的意涵呢？毕竟北京天坛是天子祭天的地方。非常多，在我们台湾民间来说，各式各样的想象空间。有澄清，当然大家看到新闻也会有所感受，有所反应。但回到了这一间房子，比较多人的感受就是，为什么你们有违建的时候，你们都叫大家历史共业一起承担？你们讲到缺蛋缺疫苗的时候，你们也说历史共业一起承担。但你们讲到了年轻人或者是人民现在很穷，生活不好的时候，你就说，那是你们自己承担，就没有跟我们一起承担呢？这张图则是更酸了，他笑话网络上面的梗图笑话，淡淡哀伤，问说为什么一定要吃唐僧呢？他说百姓不行，因为百姓太苦啦，百姓心中的苦，在这次选举的时候，大家当然希望选贤与能，改善自己的未来，让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许自己一个愿望。而现在从民调数字上面，剩21天了，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预测，或者是看这一次民调的起伏变化？要请教董哥。对啊，唐僧肉比较好吃，百姓的肉因为太苦了不好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他在处理这个事情，其实整个党整个党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嘛。因为我们台湾这几年的选举常常会有一些政治人物要参选的人被人家检举违建，大家记得吧？4年前韩国瑜前年严宽恒然后今年就特别多柯文哲、黄国昌廖先祥还有张志伦国民党综合提出来的立委候选人，他们都被民进党或他周边的人所检举他们统统自己拆了，只有赖清德被人家检举又不拆，那这个对比就非常大，所以你对很多民众来讲，他们觉得没办法接受，那对很多年轻的朋友，这个当然是最好哭手的话题赖本来是一个好姓赖我们其实赖岳谦老师，对啊，真的本来就是个好姓是。那我们你看有赖老师我们名将有赖明汤大家就可以看到，对不对？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他的姓氏已经被人家拿来做赖皮还有赖皮店到店为什么虾皮嘛就会都被人家拿，然后耍赖，对不对然后这个赖皮寮当然是已经现在变成一个风景名胜了大家都来打卡。你这样就变成，然后要不然就无赖这所有东西都变成，就是你让你的祖先一个好的姓氏被人家羞辱了。我讲赖清德对不起他们赖氏宗亲，而且他对不起很多人。为什么？因为过去你们民党检举这么多，我们都拆了，那今天这个就变成社会上一个普遍的价值，
你作为政治人物，一般老百姓没有人会去要求说你这个会拆或那个不拆，对不对？因为我到都市来工作，我把乡下的父母接上来，少一个房间我就盖一个违建，一般人不会去管你嘛。或者我2个儿女都长大了，他们要分房少一个房间，我就这样。一般来讲，台湾民众他这一点是很厚道的。可是赖清德这个房子没人住，找特勤来看，特勤又跟他堂弟租房间，每个要给8000块，那所有东西你就觉得说，怎么会一件比一件还荒唐？搞到最后，他这个违建已经变成现在台湾最大的笑柄那当然很多年轻人在这个里面做各种苦手，这个苦手里其实对选举是非常大的伤害。所有民进党的政治人物都知道，这种伤害是很难那个。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把它拆除，然后那你要现在监也没办法监啦，因为你这个是违建嘛那他自己又去创造很多名词他们开始就创造名词说这是合法违建违建还叫合法违建，我想到就是就是那个赖清德过去最喜欢讲的就是那个煤啊。他讲的干净的煤啊，他在讲干净的煤，大家就记得。所以你会觉得说，那你还要再硬凹的话，对你的选情当然影响就很大。那民进党其实很多人就想不透，所以最后会讲到风水。但赖清德自己本人没有出来讲，但是陈志晓所讲的那个事情，以前有报道过，说赖清德在凌晨，然后带他助理去台南的天坛去做这样的。那民进党其实这些人都有了，包括蔡英文都有。蔡英文过去选举也是把他们中央党部那边围起来弄办法事，你知道吗？民进党这个党很奇怪它是一个弃中国化的党，他抗中保台，他的中央党部在北平东路北平这你就不应该找这个地点嘛，对不对？很多人就怪赵天麟，你要在那边搞小三，就不要搞中国大陆的嘛，对不对？就会有这样。那赖清德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他那边大家讲他的院长官邸那边凯丰那边我每天都会经过了。那边叫金华街，金华街是浙江的一条街一个地名嘛。他对面的丽水街也是浙江的一个地名嘛。那你现在弄了这些东西，又要搞这种因为风水才割舍不掉的话，那其实整个党都被你影响了。今天赖清德不一定会当选，他的小鸡落选的人不少，就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今天赖清德还继续的这样凹到底的话，那我们大概就知道选举的胜负会怎么样了。是，所以选举到目前为止剩下21天，当然民调的数字到目前为止，大家也想问，是不是真的最近赖清德的年轻选票，他的中立选民有大失血的状况？请教老师。目前 TVBS 所做出来的确实反映出这个现象。我个人不懂风水那我也没有看过风水，但是我相信民意。我觉得如果我们违背民意，就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意识；我们违背民意，就是违背天意。那今天赖清德很清楚的知道，民意已经一直在流失。你刚刚谈到的民调，年轻人他们有热血，他们有理念，他们有坚持，那他们辨是非，他们不会因为我情感上支持某一个阵营，我就不辨是非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情感上支持绿营的，支持民进党的，那他因为感情上这样做，所以他就不想去知道是非黑白。他明明知道是非黑白，他应该要有所取舍。他也知道违章建筑违建，那就是违背章程，就是违法。那他也知道不应该鼓励违法，特别是一个大官，一个这么大的官，然后马上要选总统，要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把道德丢到这么的低，而不给自己严格的要求自己的话，那他所治理的这个国家可能就会一塌糊涂，因为他永远都用双重标准，他永远都在做违法的事情，他自己可以违法，然后他要他的属下，或者是他的属下为了要讨好他的上司因为他的上司栽培过他，所以他就去
就修改所谓的或者是乱解释一些章程。例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官管国土的，他就可以开始对于所谓的矿区的问题胡加的解释。那我们也都很清楚知道，这个矿区早在民国56年左右的时候，那么就已经是收坑了，也就是它不再是矿区了。我们也知道万里六坑的这一家公司，其实在民国62年左右的时候，它都已经不再营业了。那它经济部也取消到它的营业的登记证了。那也就是说，离到现在也50几年了，50几年都已经没有在营业了，那怎么还会叫做矿区？而且呢，他还霸占的这些土地，因为他早就另谋生路了，另外找工作。那么也就是说，50年呢，50年了，他的下一代早就都不在这里，然后他还霸占的这块地方，霸占的，而且还一直不断的扩建，不断的扩建，不断的扩建。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但是有一些绿营的人，他因为感情上，所以使他不想去辨是非黑白。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年轻人，他坚持是非黑白，他坚持道理，所以他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因此他的赖清德的民调的支持度就一直在流失中，尤其年轻人中在流失。我们现在是希望的是这一些绿营的朋友，是非黑白比你感情更重要。如果您不坚守是非黑白，那我告诉你，你所选出来的人就是不讲是非，不讲黑白，他当然就胡作非为，他当然就违法乱纪，到时候伤的也是你自己本身，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搞乱。赖清德为了自己的所谓的，我不晓得啦，我不晓得这个龙脉之说、风水说是不是事实，但是如果真的是事实的话，坦白说，我们没办法接受，因为违背民意就是违背天意，违背天意，你要去守住你那个龙脉，基本上来讲也不会有效果。我们就让它成为一个笑柄吧。来请教一下小舰长怎么看？我们通常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命跟运是改不了的。那当然可以到庙里头去改运，可是呢，一命二运之后，接下来是什么？是三风水。那讲到这个风水其实我们必须这样讲，什么叫做风生水起呢？其实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真正的风水就是民意，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了，韩国瑜它就像一股旋风一样，带动了整个国民党的选情。之后你还记得吗？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当韩国瑜一脚踩在水里头去看灾的时候，大家都什么各种不舍得然后穿着西装笔挺的去，只有韩国瑜像是我们的父母官，他就直接的卷起裤管，直接走到水里头，这个才是真正的风生水起，这才是真正的风水。那至于说积德跟读书的部分，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赖副总统他的书读得很好。那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有关于这个风水的图小舰长也不懂风水不过呢，小舰长之前看很多有关于风水的节目他讲说其实台湾北部那个有关的相关的龙穴都已经占完了。那其实这可能就是一个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后面是什么？小舰长干舰长的时候，那时候人家说，你的舰长的位置为什么那么空前面也没有图，后面也没有图，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讲前要有前途，后要有背景，所以你去看所有的长官，他们的位置前面有图，后面有图。好，那当我们看到说这个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赖清德副总统他的主宅其实不止一栋还有3栋也就是连着3栋，你还记得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左边的这一栋可是在旁边的这个有个遮光罩的，右边的是随扈的，那这3栋呢都是赖家的，所以它是联动的。联动之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它后有靠山，
前有暗山，左青龙，右白虎的这边还有一个所谓的罗星守水口，因为它这里是有一一带水啊，这是上游，这是下游啊。那这个一带水后面呢，其实也就是它出外有贵人啊。我们看到这些图，真的是很厉害啊。但是再厉害也没用，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展现人民的意志，一票一票告诉这一些相信风水之说的人，人民的意志在哪里？好，刚刚小将特别提醒我们哈，一运二命三风水。